嘿，美丽君，我是卡卡，欢迎来到卡卡乱讲系列。没错，我们又开了一个新的单元，让卡卡我跟你一起了解环境相关的事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我们要减少垃圾。垃圾不是丢到垃圾桶就好了吗？那到底出现在海边或者是非法垃圾场的垃圾，关我什么事呢？那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，如果你还没订阅我们咔咔教教的频道的话，赶快按下订阅按钮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多多支持我们哦。那话不多说，赶快进入主题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小美的故事吧。因为行动管制的关系，小美已经不知道在家里待了多少天了，每天都过着差不多的生活。今天早上醒来吃个面包，喝个麦乐，中午叫个外卖，哇，也太丰富了吧！下午工作太累了，喝个咖啡醒醒神。诶，等了很久的淘宝终于来了，哇，也包太多层了吧！好快又到了晚餐时间，肚子饿了，找找看雪柜有什么吃的。啊，竟然没有食材了。好吧，只好赶快出去买菜，杏鲍菇、马铃薯、青菜、饼干，买多一点maggi面好了，这样应该一个礼拜不用出门了瓜。回去之前顺便打包好了。啊，终于回到家了，赶快冲凉消毒。哎呦，全部用完了，终于冲完凉了，好饿，赶快吃饭。吃饱饱满足，把刚刚买回来的食物放进雪柜。哇，有没有搞错哦？垃圾桶这样快就满了。哎，没关系啊，把垃圾袋绑一绑，丢掉就好啦。嘿，你是不是也跟小美一样，垃圾丢掉就好了呢？但这些垃圾真的就这样从小美的生活中消失了吗？在我们马来西亚，我们平均每个人每一天就会产生 1.7 公斤的废弃物。在3200万人口中，我们每一天总共会丢掉38千公吨的垃圾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？如果把公吨换算成高度的话，首先1公吨就像是3层楼高的概念。那38千公吨呢，叠起来就差不多像 KLCC 那么高。什么？我们马来西亚人一天就产生像 KLCC 那么高的垃圾？对啊，那你们猜猜看，如果把这公吨换算成面积的话，我们一年产生的垃圾会有多大呢？想象是我们现在住着的家好了，以一般1400 square feet 的屋子来看，如果它们都排满在一起的话，一年的垃圾就会大概有761间屋子的范围大小，差不多就像是一个Putrajaya了耶。哇，我们马来西亚人一年产生的垃圾就可以填满一个Putrajaya，想想看，我们还会有多少个Putrajaya可以填呢？那在马来西亚，大部分的垃圾都是怎么样处理的呢？总共有掩埋、焚烧还有再利用3种。目前呢，马来西亚总共有165个垃圾掩埋场正在运作。可是呢，在这165个里面，只有8个是卫生的填埋场。什么是卫生填埋场呢？卫生填埋场其实就是经过特殊设计的垃圾掩埋场，底部呢会有一层不透水布，还有一个系统专门收集有毒的物质，避免它们渗透进去我们的土壤，造成污染。但是想想看哦，我们165个掩埋场里面只有8个是这样处理的，那剩下的95% 其实好像跟非法垃圾场没什么两样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，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就有非常多的非法垃圾场，大家可以试试看去 Google 马来西亚非法垃圾场，至少就可以找到392万的资料。像是去年我的家附近就有一个地方发生火灾，新闻报道之后才知道原来是个非法垃圾场，那时候烧了好多天，空气都非常的糟糕，住在附近的人每一天都被臭醒。如果这些垃圾都没有好好处理的话，其实会非常的可怕。在垃圾分解的过程中呢，其实会排出沼气还有化学有毒物质。如果渗透进去土壤的话，会污染我们的地下水还有河流，不只是会危害生物，还有我们的健康也会受威胁。像是这几年其实都可以看到我们的饮用水被垃圾污染的新闻，还有附近的种植最后延伸出的食安问题。另外，这些垃圾所产生的恶臭味，其实也都会变成蚊子繁殖的温床。卫生部就有调查，其实有27%垃圾场的蚊虫就被检测出是骨痛热症的病媒蚊，所以垃圾场其实也成了骨痛热症恶化的原因之一。除了掩埋，其实我们国家还有4座垃圾焚化厂。那焚烧垃圾其实比掩埋垃圾更难处理，像是炉渣的处理，还有温度的控制。如果燃烧不完全的话，释放出来的化学物质会更加的毒。大家知道吗？其实在我们的垃圾中也有很多的厨余，那这一些厨余的水分在燃烧的过程中就会有降温的效果，这其实就会让温度更难的控制。
其实在去年啊，我们的垃圾掩埋场已经无法负荷更多的垃圾了，所以政府有意呢想要再盖更多的焚化炉。但是你们知道吗？如果焚化炉盖成功的话，每一年全国排放的飞灰就可以叠成2座的 KLCC。那我们马来西亚确定可以这么好的处理这些毒性那么强的飞灰吗？要更注意的是，这些化学物质它其实不会一直这样的留在我们的体内。如果我们怀孕的话，它其实还会转移到 baby 的身上，持续的祸害下一代。当然啦，我们国家其实还有再利用的方式去处理垃圾，像是我们有超过400间的合法资源回收厂。但是事实上，在这么庞大的垃圾量中，我们只有24% 的垃圾有被回收。全马呢也只有6个州属是有强制规定家户要垃圾分类，所以在这段路上我们还得更加油才行。其实啊，垃圾处理的问题真的很复杂，再加上我们大家对河流啊、对垃圾其实都很无感，常常都觉得这些垃圾关我们什么事？尤其是雪隆地区常常治水或者是发生水灾，大家也都觉得是政府处理的不好，却没有想过其实也可能是因为自己造成的。像是啊，如果我们在马路上的垃圾没有被及时清理的话，下雨的时候就会把它们冲到龙岗，最后流到河流或者是大海。你们知道吗？其实我们喝的水有81%都是来自这些黄很像戴达瑞的河水。所以你们看，其实我们产生的垃圾最后都会以另外一个形式回到我们的身上，只是大家都没有察觉。那如果垃圾流到大海呢？根据 WWF 的数据，我们每一年至少会有1亿公吨的塑胶垃圾会造成污染。那这些塑胶呢，经过分化或者是日晒，会碎裂成无数个塑胶片，甚至都是我们看不见的塑胶微粒。目前呢，受到塑胶垃圾危害的这一些海洋生物，不管是不小心吃到、饿死，或者是缠绕、窒息的动物，已经超过了800种。而喜欢吃海鲜的大家，我们所产生的垃圾又这样成为了塑胶微粒，吃进了我们的肚子里。要知道，越大型的鱼类受到的污染越严重。而我们在说这的同时，全球每1分钟就有1个卡车的塑胶垃圾被倒进海洋里。联合国预估，到了2050年，我们的海洋垃圾会比鱼类还要更多。而且不只是吃的哦，还有研究发现，有93%的 plastic 矿泉水都有塑胶微粒的污染。WWF 的报告也指出，其实塑胶微粒已经无所不在了。我们每一个礼拜平均会摄入5克的塑胶微粒，就等于1个礼拜会吃掉1张的信用卡。虽然听起来很可怕，但是我们现在呢还无法研究出塑胶微粒对我们健康造成的影响。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从现在开始减少再产生塑胶垃圾了。分享到这里，大家其实都能够了解为什么我们要减少垃圾了吧？垃圾真的不会完全消失，在我们丢进垃圾桶之后，它其实只会开始污染环境，最后又回到了我们的身上。而要期待政府更加积极的处理这些垃圾，不如我们先做好自己的本分。要无毒的生活，就从自己开始，学会源头减量。买东西的时候，也先想想自己有可能会产生哪一些垃圾，有没有可能可以减少它们呢？那出门的时候也随身携带环保用品，尽量重复的利用，不要再产生一次性的垃圾。不只是为了环境，其实也都是为了我们自己。那结束之前呢，也给大家3个选项，大家可以选选看，在行动管制期间呢，哪一些减少垃圾的方式对你们来说比较简单可行？ A. 用饭盒打包， B. 少叫外卖，自己下厨， C. 带环保袋去买菜，支持无包装商品。那今天的开开乱讲就分享到这里咯。喜欢我们的影片吗？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也欢迎大家多多留言，自己是怎么样减少垃圾的，让更多人知道，其实减少垃圾一点也不难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咯，拜拜。